每梳一局便脱一件衣服，面容稚嫩的小生用颤抖的手解开衣扣，惹得贵妇们拍手叫好。看着她年轻的肉体在小褂下若隐若现，饶是经验丰富的贵太太脸上也不由得染上红晕。她拿起手边的酒杯，轻抿了一口浊酒，眼神中透出一丝玩味。一边的荣兰心中又酸又涩，但还是识趣地把空间留给了这两人。这便是王祖贤的新颖之作《游园惊梦》。在20世纪30年代，尽管已置身民国时期，封建制度的影响却仍未彻底消弭，很多高门贵府依旧延续着往日的陋习，荣府便是其中之一。今日是荣府当家大老爷的寿辰，八方宾客皆来道贺。虽然这个名震一方的大家族内里已空，有日薄西山颓废之境，但仍旧极力彰显阔绰，维持着表面风光。知府邀请缓击乐版，微蕊灯火中一曲皂罗袍穿堂过院，唱衰了葱郁繁茂，夏色无尽，似全民渐响，余音潺潺。行至堂中，忽见一潭口桃腮，云鬓星眸，妩媚多姿的罗裙佳人俏生生地立着。此女正是德月楼的头牌翠花，她因温婉貌美被荣老爷看中，一掷千金买回家做了武姨太。不久后，翠花为其诞下一女，日子看似雍容华贵，背后却有着道不尽的辛酸。荣府的几位太太性格粗浅，因翠花出身卑微，常以刻薄言语嘲讽她。每每这时，翠花总是神思游离，心中似是有一股与世无争的傲然气度。然而，就算她再无心争宠，生活也过得如死水一般。荣老爷生性凉薄，对她新鲜感过去就弃之敝履，完全不知翠花独自承受着无尽的痛苦与寂寞。深闺之中的孤独无奈，她无人倾诉，外人只看她风光无限，却不知那泼天的富贵对她而言不过是黄金打造的鸟笼。偶尔，荣老爷也会想起她，但那也不过是让她唱支小曲儿解闷。更多的时候，她只是被冷落在一旁，默默感受着深宅大院带来的压抑与束缚。直到一个女人出现，才给她冰冷的生活带来一丝温暖。苍天一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荣兰是荣老爷的远房表妹，受过新方西式教育的她是个新派女性，有着自己独立的思想和职业。虽然女子学校教书收入微薄，但总体而言比翠花这种困在深宅大院的妇人要自由得多。不过由于前清旧家庭赋予她的阴影和负担太过沉重，导致她对自身的性别认知稍显模糊，以至于荣兰大多数时间会反串男人的角色。她日常爱穿西装马褂，行为举止颇有男子风范。翠花与她结缘于昆曲，也因志趣相投，彼此引为知己。知道翠花在府中的日子烦闷，荣兰便带她和孩子出门散心，也只有这时才能在翠花的脸上见到从心而发的笑意。荣兰也由此对她更加怜惜了。在翠花生日那天，府中一切照旧，没人记起她这个武姨太的生辰，唯有女儿和荣兰一直牵挂着。于是在那个风清日朗的下午，一阵咿咿呀呀缠绵幽婉的昆曲伴着满园落花穿廊而来，悠悠情思，碧瓦朱颜，燕舞莺啼似铃音。荣兰着一袭男装戏服出现在她眼前，姐姐在一片仙气，爱上你了。此刻的她真如一个俊俏后生一般，假凤虚凰，暧昧春光。翠花就像着了迷一样，沉醉在荣兰的扮相里，脸上透出的笑意就像一朵超凡脱俗的百合，悠悠然地在山谷冷泉边孤独盛开。在她灵魂即将枯竭之际，荣兰的体贴就如一阵甘霖，滋润了她古井一般的心。两人在落花中翩翩起舞，共唱了一曲《牡丹亭》。自那之后，两人时常相拥共舞，独处时便亲密无间地在屋内调香。他们在那弥漫着香气的梦境里沉醉，目光痴痴地缠绕在一起。翠花不愿在清醒的世间苦哀，索性放纵自己，沉溺于鸦片构筑的片刻欢愉中。荣兰则是整颗心都扑在了翠花身上，不忍心打断她仅有的惬意时光。早就想劝你别吸烟，可是烟雾的你又是那么的美，叫我怎么劝得下口呢？夜色渐浓，荣兰起身准备离开，翠花却挪动着软绵无力的身姿，执拗地下床为她系好鞋带。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己存在于荣兰身边的意义。而荣兰看着她柔弱的模样，
忍不住缓缓靠近。翠花轻轻闭上双眼，可期盼中那个吻却久久未能落下。翠花虽痴迷身为女性的荣兰，但心中仍旧渴望有个男人依靠。毕竟她从小被灌输的思想就是女人一辈子从属于男人。于是除了府里那有心无力的荣老爷之外，她还曾若有似无地勾引过二管家。虽然从未越矩，两人之间的气氛却逐渐微妙起来。不过最终还是因为身份的鸿沟望而止步，而后这场暧昧的情愫又因管家去战场参军无疾而终。如今翠花只有荣兰了。之后荣家的财力每况愈下，甚至开始变卖库房里的东西。可就算这样，荣老爷仍是一掷千金搭台唱戏。小武生的一曲林冲夜奔不仅让众人拍手叫好，更是引得翠花挪不开眼。荣兰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，转头便将小武生叫到了翠花房中，三人围桌而坐。翠花以赌牌为饵，引诱这位俊俏后生脱衣。那么我们赌一赌啊？我赌不起。你赌得起。随着小武生的衣衫褪下，翠花脸上也露出了痴迷的神色。荣兰为了成全他，只能黯然退场，留出空间给他们二人。回到家后，荣兰再无以往洒脱的模样，她一根接一根抽着烟，好似这样就能赶走满心忧愁。次日上课时，一向宽容温和的她对在课上睡觉的学生大发雷霆。经其他同学提醒，才知道这孩子是因为照顾生病的母亲走了神。荣兰闻言内疚不已，这2日她的状态实在太差，不知道是恨自己不争气，还是嫉妒翠花与小武生暧昧垢面，只是隐隐觉得自己刻意做着别人眼里的好事，以此来掩盖自己本性的颓废。时光如白驹过隙，曾经显赫无比的荣府终究还是没能逃过衰败的命运。而翠花与武生的事儿也东窗事发，连带着女儿被一同赶出家门。她身旁只有几件单薄寒碜的行李，放眼望去，茫茫天地间竟没有她的容身之所。好在荣兰一直站在她的身后，于是2人带着孩子开启了平淡却幸福的生活。每当荣兰外出教书，翠花便将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，或者陪着女儿嬉戏玩闹，时光就在这惬意而平实的节奏中缓缓淌过。直到一个男人出现，再次打破了这种难得可贵的生活。这人是上面派到学校的考察员邢志刚，他星眉剑目，年轻俊朗，惹得一众女学生为其争风吃醋，就连荣兰也不禁动了心。邢志刚初来乍到，给荣兰送去了果篮。荣兰思量再三，拿回一包点心作为回礼，面上是为了表示友好，其实心中只是想再看一眼的男人罢了。他站在门口，久久无人应答，见房门微掩，便推门而入。不巧刚好撞见那邢志刚在院中洗澡，阳光透过水汽洒在他的肌肤上，泛起一层暧昧的光晕，晶莹的水珠顺着他宽厚的肩膀滑落，淌过结实的胸膛，勾勒出肌肉线条的起伏。不知怎的，荣兰感到周遭的空气都开始变得焦灼起来，她慌乱地转身离开，却不想被抓了个正着。2人说不清到底是谁点燃的情火，就那样自然而然地滚进了床位。回家后的荣兰反复回味着白天与邢志刚那段情爱，那片刻的时光就像一把钥匙，悄然开启了她紧闭已久的心门。长久被压抑的情欲如决堤的洪流，在毫无防备中将她淹没。初尝情爱的人总是难以自持，荣兰也是如此。于是她开始频繁踏入邢志刚的屋子，一次又一次与他缠绵。贪恋着男人独特气息的她，眼角眉梢含着春意，举手投足间更是多了几分女性的柔美。但当男人怀抱着她，问起他对翠花的感情时，荣兰也没有隐瞒。他的香水味，他身上的鸦片味，他歌声里的无奈味。有的时候我感觉到是很颓废的，但是跟你在一起很奇怪，你把我所有的罪恶感都洗干净了。你这么讲，一定曾经很爱他。我还是爱他的，只是有些不同。荣兰虽然没提起邢志刚的存在，但2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，那细微的变化翠花怎能不知。她小心翼翼地试探，不成想几句话便被荣兰敷衍了过去。就在2人感情告急的时刻，远方的二管家托人送来信件，原来那个儒雅的男人死在了战场上，信中写满了管家对他的爱慕，只可惜斯人已去，他也只能将不甘和遗憾埋葬。心乱如麻的翠花带着女儿在河边散步，抬眼间
刚好撞见荣兰与邢志刚如胶似漆的粘着，四目相对，气氛一时有些尴尬。翠花应付般的和邢志刚打了招呼，便一个人跑到湖边伤心落泪。自在荣府之中，他就依附着荣兰而生。现在乔木转投他人之怀，翠花整个世界都崩塌了。晚上，两人坐在餐桌上久久无言。荣兰几次想要说些什么，都被翠花轻描淡写地遮掩了过去。此时的他已经存了死志，再次拿起了那杆几乎掏空他身体的烟枪。看着双眼空洞无神的翠花，荣兰心口不由得阵阵抽痛。他决心与邢志刚断绝关系，割舍掉这份诱人的情感，继续拥抱病态扭曲的自己。自那之后，荣兰再一次负担起了男性的角色，陪着翠花度过了她人生中最后一段时光。时钟不徐不慢地移动着，滴答声在静谧的房间内回响。他们坐在沙发上，轻柔地翻动着从前的相片。那些定格的瞬间承载了太多的回忆与情感。待翠花身体稍有起色，荣兰便再次带她来到了曾经散步的公园。两人相依在石栏杆上，呢喃着各自破碎的感情。翠花说起了二管家的来信，也说起了那天的哭泣。那你是为了我，还是为了二管家？翠花良久无言，可能她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。不过这些都不打紧了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。荣兰将翠花拥在怀中，回忆着他们相识的过往。但花开花谢终有时，年近30岁的翠花终究还是依偎在荣兰的怀抱里，静静凋零了。其实在今年春色来到的时候，他们如古井般幽寂的心也曾有过刹那的跃动，只可惜一切最终还是归于平静。两个怀揣着寂寞春心的女人，因为爱和责任的牵绊，谁也没有办法将对方抛弃，于是他们只能回溯至起点，在各自既定的角色中执着相守。宿命轮转，缘起缘灭，时间似乎又回到了翠花生日那天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是三分君，咱们下期见。